冬瓜不要總是拿來炒着吃，今天用冬瓜搭配雞胸肉，給大家分享一道好喝又營養的冬瓜雞胸肉湯。首先準備一塊青皮冬瓜，像視頻中這樣把冬瓜的外皮薄薄的削掉一層。現在是冬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時候。我們這邊1元錢可以買3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多少錢一斤呢？冬瓜皮也不要直接扔了，用来煮水喝還可以緩解感冒。接下來把冬瓜切成4等份，把冬瓜的瓜瓤處理一下，因為瓜瓤的质地比較軟，在凍湯的過程中很容易爛成一鍋。接下來把冬瓜切成小丁，我們也不需要切太大，像視頻中這樣大約在 0.5 公分左右就可以。這裡分享個小技巧，做冬瓜湯我們千萬不能切片，如果切成片的話，在煮制的過程中會爛成一鍋，那樣的話做出的成品就不好看了。接着我們来處理一下雞胸肉，準備一塊雞胸肉放在清水中，把表面的一些油脂、筋膜處理乾淨，這些都是腥味的主要來源。清洗完第一遍之後，我們就直接撈出来，放在乾淨的清水中都淘洗2遍。接下來簡單的給下刀，首先对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薄片，我們盡可能的切薄一些。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實用小技巧，做丸子盡量不要用絞肉機，绞肉機高速旋轉會把肉裡的水分全部擠壓出來，做出來的丸子口感又柴又硬，手工剁出來的肉馅顆粒完整，锁水效果更好，吃起來鮮嫩多汁。把雞胸肉剁成視頻中這樣的小顆粒狀，全部處理好，放進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我們調個蔥薑水，準備小把洗淨的香蔥切成3公分左右的小長段，一小塊去皮的老薑切成薑絲，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往碗中加入小半碗的温水，加入少许的白醋，因為白醋有很好的去腥效果。用擀面杖捣出蔥薑汁，我們盡可能的多捣一會兒，把蔥薑捣碎一些，這樣才能夠更好的釋放出蔥薑的味道。接下來往雞胸肉裡面簡單調味，加入少許的食鹽、松茸鮮，少量的白糖中和一下口味，加入胡椒粉去香增腥，加入少許的蚝油提鮮，少量的生抽醬油，下手充分抓拌均匀，使雞胸肉充分的吸收調料的味道。接着少量多次的加入蔥薑水，只有讓肉馅充分的吸收蔥薑水，這樣做出來的丸子才會鮮嫩多汁。充分的抓拌均匀，使雞胸肉充分的吸收蔥薑水。這裡我們千萬不能加料酒，因為料酒的味道很衝，會影響丸子的口感。最後加入2小勺的玉米澱粉或者是土豆澱粉，澱粉也不需要太多，大約在10克左右。如果澱粉太多，吃起來全部是澱粉的味道，口感一點都不好。這一步非常關鍵，不管是做什麼丸子，我們都不需要添加太多的澱粉。最後加入少许的食用油，锁住營養和水分，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靜置5分鐘左右，使雞胸肉和各種調味料完美的融合。起鍋，鍋裡放入少許食用油，下入薑絲爆香，把冬瓜丁倒進鍋裡，快速翻炒均匀。稍微把冬瓜炒乾一點表面水分，激發出冬瓜本身淡淡的清香味。很多人省略了這一個步驟，直接把冬瓜放在湯裡面去煮，那樣煮出來的冬瓜有一股青澀味。接下來加入滾燙的開水，這裡一定要是開水哦。隨着溫度的升高，鍋裡面出現了少量的浮沫，
我們要把這些浮木全部撈乾淨，湯才會清亮不腥。這個時候的雞心肉也已經醃製好了，手上還有勺子上抹上一點點食用油，可以防止肉線粘連。像視頻中這樣，從虎口擠出一個圓溜溜的小丸子，丸子的大小也是根據個人的喜好。我個人覺得丸子也不需要做太大，比乒乓球稍微小一點點就可以，這樣老人和小孩食用起來也更方便一些。把丸子一個一個的下入鍋中，下丸子的過程中我們也要注意，不要把丸子全部下在一個地方，那樣的話很容易粘連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支持與鼓勵。把所有的丸子全部像視頻中這樣一粒一粒的下入鍋中，稍微定型以後，用鍋鏟推動一下，這樣防止粘鍋底。接下來簡單調味，往裡面加入小半勺的食用鹽，然後加入松茸鮮調味。因為肉餡已經加入了鹽味，所以我們不需要添加太多的食鹽，因為這是一道養生清淡湯品，鹽味千萬不能太重。大約煮2到3分鐘左右，這個時候的丸子已經完全熟透了。因為丸子是比較容易熟的，如果煮制的時間太長，吃起來很容易塞牙。最後加入切好的蔥花點綴一下，一道營養又美味的冬瓜雞心肉丸子湯就這樣做好了。碗中加入枸杞和蔥花，把丸子湯倒在碗裡，湯色清亮，冬瓜軟嫩入味，鹹淡剛剛好，一顆顆丸子圓圓飽滿，清靈去吐，咬開鮮嫩多汁，一點都不柴。冬瓜的水分充足，清爽解膩，脂肪含量很低，雞心肉高蛋白，脂肪少，容易消化吸收，兩者搭配營養均衡，湯水鮮而不膩，既能喝湯又能吃菜，家裡老人小孩都適合吃。做法也非常的簡單，廚房小白都能夠輕鬆的掌握。如果你也喜歡這種做法，就趕緊收藏起來，有時間做給家人們嘗試一下。今天的視頻就簡單的分享到這裡了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